2025年6月1日，乌克兰实施的一项代号为“蜘蛛网”的大胆无人机袭击行动，成功打击了深入俄罗斯境内、远在数千里以外的4个军事机场，摧毁或严重损坏了至少41架俄军战略飞机，包括图95、图22轰炸机和 A50预警机等关键机型。行动还恰逢乌克兰于1996年放弃核武器的周年纪念日。这些被炸的俄罗斯飞机大多是被设计为可携带核武器的护国神器。这次乌克兰的偷袭行动还顺便纪念了当年乌克兰解除核武器的历史决定。此次行动共摧毁或严重损坏了41架俄军飞机，占俄罗斯战略巡航导弹载机的约 34%， 造成了7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此次袭击被外界称为俄罗斯的珍珠港事件，对俄军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冲击和战略打击，暴露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的漏洞。而且乌克兰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无人机攻击的视频，在心理层面大大打击了俄罗斯包括普京在内的军方高层士气。另一方面，这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军事能力的认可和支持。这次乌克兰的偷袭事件，大量的核战略轰炸机被炸毁，大大损害了俄罗斯的核打击能力。以前，普京在多个公开场合都表示过，如果他国袭击了俄罗斯的核武器相关设施，这就是国家生存受到威胁，会不排除一切报复手段，包括会对袭击国以及袭击国的帮助国进行核武器打击。这次俄罗斯珍珠港事件令全世界都担心俄罗斯的反应。一旦俄罗斯以战略的核武器袭击欧洲，欧洲将不可避免地向俄罗斯宣战，而美国作为北约成员也必将加入到战争其中。这一切古老而又熟悉的片段，不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俄罗斯官方媒体对袭击事件进行了淡化处理，称其为恐怖袭击，并声称击落了部分无人机和逮捕了部分恐怖分子。而且在被偷袭后的第2天，也就是2025年6月2日，俄罗斯照样派代表到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参加俄乌的第2轮和平谈判，并且在战俘交换和人道主义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个世界怎么回事啦？俄罗斯折损了这么多昂贵而又重要的战略军用飞机，堪比当年的美国珍珠港事件，这样的奇耻大辱，却没有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要知道，在1941年的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夫妇被一个塞尔维亚的平民刺杀后，各国纷纷宣战，接着就上演了一场持续了4年零3个半月的第1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约3700万人的伤亡，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员和物质损失。2022年的2月24日，俄罗斯突然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进攻，这一侵略行动是对当今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当时的欧洲普遍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虽然乌克兰获得了大量国际军事和经济支持，但战争只是乌克兰人民自己在艰难地抵抗侵略，其他国家也只是物资和金钱的援助。例如，在俄乌战争刚开打的时候，欧洲老大哥的德国就一马当先，只是提供了著名德国士兵的头盔，还有一些防弹衣和医疗包。要知道，在当年的欧洲，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动了闪电式入侵，这一侵略行动也是对当时国际秩序的直接挑战。当时的欧洲大哥英国和法国在2天后就对德国宣战。就这样，持续6年零1个月的第2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总死亡人数约为8000万，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争。当今的世界多次出现发生第3次世界大战的契机，却很难发生世界大战，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人类进化到了一个高级的阶段？马斯克在2025年的特斯拉员工年会中重点讲到了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前景。马斯克认为，人类以后会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大大解放了时间。当时有一个员工提问，在将来人类在如此美好的环境下，
会不会无事可做？马斯克笑着回答：放心，人类不会让自己闲着的。例如，人人都知道人跑得再快也跑不过汽车，但人类还是设立了跑步比赛，比谁跑得快。在这里就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人与人之间，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环境，都是充满了争斗，而且这个好斗的人性不容易消失。既然人性没变，那么是什么限制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呢？在2次世界大战中，瑞士始终保持中立，而且靠着自身的努力实现了中立，没有被炮火波及国土。其中原因是瑞士成为了交战双方的生意伙伴。在战争期间，瑞士精密制造仪器、制药、机械等行业都明显增长，另外还有金融银行业等。苏黎世和巴塞尔等城市的银行成为欧洲战争融资的中立中介，也就是说，瑞士通过国际贸易交流，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对交战双方的国家都有用。例如，交战双方都有钱存在瑞士银行，也靠瑞士出口药品和精密仪器，使得交战各方都不愿意去侵略瑞士，不想自己国家利益受损。具体来说，就是国际贸易交流促进了各国人民的信任和沟通，而且当国家之间形成广泛而紧密的贸易联系时，战争的成本会上升，动机减弱，和平的力量会增强。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供应链联系、资本流通、市场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若发生战争，不仅军费高昂，更会导致贸易中断、投资撤资、通货膨胀、产业瘫痪。就例如俄乌战争，俄罗斯发动了侵略战争，导致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外汇储备总额的为3000亿欧元。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冻结没收了西方国家相关资产约为3000亿美元，其中包括麦当劳、可口可乐多家银行资产，以及外国租给俄罗斯的大量飞机等等。由此看来，发动一个局部战争的代价都如此之大，而且这些数字还没有计算接下来各方的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这些都令战争的经济成本非常的高昂，令交战各方都在克制局部战争的规模和尽量在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减少经济损失。这次的俄乌战争，交战和敌对各方虽然在战场上血肉相杀，但在地下仍然在进行贸易交流。具体可以看一下我另一个视频，为什么战争打个不停。现在仍有些国家和部落动不动就喊打，一定要打，又或者说干。例如在非洲的原始部落，部落之间通常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各自依赖周边的自然资源，如水源、狩猎区域、耕地等生存。由于缺乏贸易，资源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交换，互通有无。一个部落占有肥沃的土地，有丰富的农作物，但缺乏水资源。由于没有和其他部落进行贸易交流的习俗，在干旱的季节，为了取得水源，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和拥有水资源的部落进行开干，也就是通过掠夺或侵略他人的资源来解决问题，因此加剧了部落之间的冲突发生频率。贸易往往是一种促进信任和沟通的方式，缺乏彼此的贸易往来，部落之间缺乏信任基础，彼此视为潜在威胁，没有贸易作为缓冲带，冲突更容易升级到战争。因为部落之间缺乏非暴力解决矛盾的经验和习惯。如果双方有了贸易关系，这使得各方形成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是抑制战争的重要力量。缺乏贸易的部落，部落之间彼此独立，战争不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战争的机会成本很低，反而被视为获取资源或扩张势力的可行手段。如今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教训，现代文明的国家都通过国家贸易交换互补资源，各国达成双赢，再也无需要通过战争来争夺土地或殖民地。而且贸易带来的持续交流，使国家间建立互相信任机制与对话平台，各国人民的相互往来和生意联系也大大的缓和了人与人之间的敌意，
在全球供应链中，各国都因自己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有优势的产业，而基于对其他国家的信任，让渡了一些产业给别的更有优势的国家。例如，一些国家生产大部分的药物，另一些国家则生产大部分的钢材料，各国彼此贸易互通有无，这样形成了各国之间的高度产业依赖。一旦战争爆发，会导致产业供应链断裂，而发动战争的本国也会遭受到巨大冲击，这样令发生世界大战的几率越来越少。面对争执和矛盾，现代化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各国人民打了一通算盘后，发现相比较发动战争，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收益回报可以预期。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全世界飞来飞去参加这个会议那个论坛，就是在实现用谈判沟通来解决争端，避免冲突，不想战争。现代的开放经济模式中，人民关注的是就业、投资、物价，而不是领土的扩张。政府很难鼓励民众支持战争，因为战争意味着生活成本上升，商业受损。但不排除有一些底层的民众已经是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以再低的了，动不动就大声喊开干，就想通过战争实现社会阶级洗牌，妄想给自己的人生添加一些变数。然而，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跨国公司、出口相关企业、国际投资者都会成为战争反对派，在政策制定发挥影响力。各种和平力量合力在一起，会促使国家之间倾向于和平解决分歧，尽可能避免战争。在乌克兰发动俄罗斯版本的珍珠港袭击行动的第二天是星期一，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交易日。袭击引发了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担忧，导致能源股上涨，房屋板块出现分化。最后，整体市场在科技股的带动下收盘上涨，这一切都是正常反应，并没有担忧俄罗斯会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好了，今天就分析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多了解一些人性以及国际贸易克制人性好斗的作用。我们共同希望第3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出现，愿世界和平。关注我，我们一起看懂这个世界。我是33，我们下次再见。